修仙界风云变幻，只在瞬息之间。韩立与南宫婉月于形影不离，如凡人夫妻般游山玩水，但闭关钟声很快敲响。而在雷鸣大陆的山腹中，真仙马良终于出关，他的下一个目标风原大陆。更令人揪心的是，六义和冰凤已被赫连商盟找到。咱们书接上回，韩立亲自带着南宫婉一一走遍了清源宫的所有殿堂楼阁，并按照其喜欢自行挑选了一间偏殿，当作平常居住修炼之所。不过，在南宫婉看过了清源宫的藏经阁和万宝堂后，还是被里面收藏的各种奇门秘术典籍和数之不尽的法器材料、丹药等宝物惊得目瞪口呆。以韩立这些年的几次奇遇，外加通过斩杀过的那些敌对大城而得的收获，身家之丰厚，恐怕整个灵界也没有几人可以相比。如此多宝物，自然远非久困小灵天的南宫婉可以想象的。韩立微微一笑，让南宫婉从中精心挑选了几样防身秘宝，又取出了几种丹药后，就将这2处的禁制令牌也交给了此女，让其有需要时尽管自行出入这2处重地。南宫婉见此，自然异常高兴，没有客气什么的，全都一一收了下来。下面的时间，韩立在分别召见了清源宫的一些执事，处理了宫中的一些要紧事情，并派出一些人手去寻找冰凤的下落后，就带着南宫婉游遍了整个元和岛和大半个无涯海。二者在约许时间内，好像凡人夫妻那般形影不离，亲密异常，着实享受了一番鱼水之欢。但等二人再次返回清源宫的时候，却又一前一后的分别闭关起来。岛上一切事情仍交给了海大少来处理。韩立盘坐在一间被层层禁制防护的密室之中，身前有3块不同物件悬浮低空，并散发着淡淡灵光。一张金灿灿书页，一银一红2块玉简，这些正是他这次外出所得的意外收获，分别记载了2种仙界秘术五脏断元功、元刚罩和那一门雷之力的提炼秘术。韩立看了3者一眼后，就先眉头一皱的冲那金色书页，顿时此物微微一颤后，就化为一团金光的飞入了其袖口中。这精确玉书中记载的五脏断元功虽然玄妙万分，修炼成可让其实力激增，但是其修炼之慢也让人瞠目结舌，绝不是眼下这种时候可以慢慢参悟，只能留在以后再说了。至于剩下的元刚罩和提炼秘术，韩立在略一沉吟后，袖子一抖，霞光一闪，那块淡银色玉简也一下不翼而飞了。元刚罩这门仙界秘术是用金篆文书写而成，内容异常晦涩难懂，光是参悟透彻也就要花费不少时间，更别说之后的修炼了，同样不适合现在选择修炼的。如此一来，就只剩下最后这门雷之力提炼秘术。韩立凝望着眼前的赤红玉简，心中思量，这门秘术他在途中就已经参悟了10之8九，剩下部分应该只要约许时间就足以彻底领悟。在他已经拥有辟邪神雷情形下，想来提炼过程也不会太长久。而相反，此门秘术结合他已经掌握的祭雷之术，威力之大却远超常人想象的，相信足以给以后对手一个意外的大惊喜。韩立心念转动一番后，就不再迟疑的单手冲玉简一招。顿时，此物一个模糊，立刻无声地落在了手指中，并往额头上一贴而去。片刻功夫后，韩立就闭上了双目，身躯仿佛木雕般的一动不动。2个月后，韩立额头上所贴玉简早已不见了踪影，反而体表轰鸣声震天，一道道金灿灿电弧缭绕而出，飞快往身前一团金色雷球中汇聚而去，让其不断胀大，顷刻间就化为了脸盆般大小。噗的一声，韩立墨手中法诀一动，张口喷出一缕银色灵焰来。此灵焰只是围着雷球一绕，就一下化为熊熊火海的将其包裹了起来。雷球在火海中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飞快转动不停，表面金色符文开始狂闪不定，隐约夹带一丝丝的紫金之色，似乎开始了某种神秘异常的演化。几乎同一时间，雷鸣大陆上的某个小山的山腹中，杨璐这名真灵仍双目紧闭地盘坐在一个数寸高绿色小瓶旁，仿佛这数月来就从来都没动过一下一般。忽然，绿色小瓶微微一颤，表面放出淡淡的绿光，同时一丝空间波动一散而出。杨璐神色一动，双目一睁而开，往小瓶处一扫后，立刻身形一个晃动的站立而起，微一躬身后，恭敬之极地表示恭喜主人出关。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瓶口处金光一闪，一个模糊人影在其面前徐徐浮现而出，化为了一名身穿黑袍的瘦弱青年。马良打量了杨璐这位新收灵仆役，淡淡的说自己伤势已经彻底痊愈，可以离开这里。杨璐自然不会有丝毫违抗之意，立刻低手答应一声。马良点了点头，袖子一甩，将绿色小瓶一收而起，又一张口，喷出一面黑白2色的古怪阵盘。此阵盘呈8棱状，表面遍布密密麻麻的黑白2种颜色的古怪符文。黑袍青年二话不说的将阵盘往身前一抛，立刻化为一股黑白之气的在空中变化不定起来，一会儿化为一面古镜，一会儿又化为一张画轴，再过一会儿又化为了其他的器物，仿佛时刻都在不停变化之中。黑袍青年却只手臂一动，一根手指冲眼前之物徐徐一刺而出，噗的一声，在手指一接触的瞬间，黑白之气为之一凝，就化为一颗拳头大金球的固定不动起来。随之青年口中念念有词，手指连点之下，数道血红色法诀一闪的弹射而出，纷纷没入金球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
金球表面血光一现，一个血红鬼脸从中一泛而出，冲青年狰狞一笑后，就转手冲某个方向低吼了一声。但片刻后，鬼脸砰的一声，一闪的自爆而开，化为点点碎片的消失不见。黑袍青年先冷哼了一声，忘了先前鬼脸低吼方向一眼后，就向杨璐询问丰原大陆是否在那个方向，并自述那2个小辈跑得倒是挺快，看来又跑出此块大陆上，否则他这头纪念神魔不会只有这点反应。杨璐先前见到那鬼脸时，心中一凛。此刻口中不加思索地确认丰原大陆的确是在那个方向。马良摸了摸下巴，在目光微微闪动中就下定了决心，表示丰原大陆也好，并说血祭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也该忙些正事了。先前在血天、雷鸣2地各施展过一次秘术搜索，也并无那叛徒神魂的丝毫反应，看来是要去此界最后一块大陆上看上一看。随之这位真仙就不再迟疑什么，张口一吸，将金球化为一股黑白之气的再吞入腹中后，就吩咐杨璐带他去最近的跨大陆传送法阵，他们要去那丰原大陆。杨璐自然不敢迟疑什么，躬身答应一声。接着二者顿光一起，化为一金一白2道长虹从山腹中一冲而出，只是在高空一个盘旋后，就往某个认定方向激射而去。丰原大陆上一个偏僻的幽谷上空，6亿脸色异常难看的看着眼前的4名气息丝毫不下于自己的大成老者，在其旁边一身白衣的冰凤也面带一丝诧异的表情。自从6亿带着他悄然返回丰原大陆后，就立刻找了这样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准备先好好闭关恢复一下真元之力。结果才刚过大半年短时间，就被这些看似陌生的大城找了过来。虽然6亿反应极快，但也一下被堵在了此地。因为只要是稍用神念往远处扫去，就可发现，虽然眼前出现的只有这4名大成老者，但远处四面八方竟是密密麻麻的各种禁制波动。此刻赫然已经被人用不知名手段悄然布下了大型禁制，就算6亿遁术再奇妙，也休想短时间内的破开逃掉。6亿面上凶光一闪，冷冷的质问对方是什么人，竟然动用这般大手笔，是否是特意来找自己？一名圆圆脸孔的老者微微一笑的回应，让6亿不用惊慌，表示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邀请6亿和旁边那位仙子跟他们走上一趟，有些事情相商而已。6亿眼角一跳后，面现一丝狰狞，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圆脸老者则不紧不慢的回应，说这恐怕由不得6亿。6亿脸色阴沉似晦，蓦然狂笑起来，宣称对方真以为单凭他们4个和一座破阵就能拿下自己，并扬言等自己杀了他们，再破此阵势易如反掌之势。此时又一个苍老声音从高空中传来，询问若加上自己，6亿道友是否还有这般自信。6亿一惊，顿时一扬手，目光往高处一扫过去，只见在100余丈高空中，不知何时又多出了一名头发赤红的老者，看似身上丝毫气息全无，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目光看向他。6亿神念方一朝对方身上扫去，瞳孔不禁一缩起来，质问对方是何人。那红发老者自称明尊，想请2位道友到盟中做客一番，并上下打量了6亿几眼，面带笑容。6亿听闻明尊之名，心中一惊，脱声说出其是赫连商盟的那个明尊，并以赫连商盟的名头，他自然不可能没有耳闻过。明尊则微笑表示，没想到自己这点名头竟然也传入到了道友耳中，并让6亿不用多虑什么，解释说本盟这一次之所以出动如此多人手来擒，只是为了那名在其他大陆闹得天翻地覆的血祭凶魔而来的，对6亿本身绝无任何恶意。6亿闻言脸色大变，询问那凶魔是否已经来到了丰原大陆。明尊则不慌不忙地表示，本盟还未曾发现，但是他认为其出现在丰原也只是迟早的事情，并说6亿也是这般觉得，否则就不会如此的神情了。6亿脸色变化不定，目光在眼前5名大成脸上一扫后，终于决定暂时退让一下，但还是趁机提出自己现在正身处恢复真元的关键时候，并表示既然明道友都亲自出马了，看来自己不答应也是不行之事，决定就跟阁下走上一趟。明尊大笑几声，一口答应下来，表示本盟别的没有，一些丹药还是能供应得上的，只要6亿道友跟他们回去，恢复真元的丹药就全包在本盟身上。随后他又忽然转手冲一旁的冰凤问了一句，询问其是否是冰凤道友。冰凤闻言一怔，不敢怠慢地冲红发老者脸认一，承认自己正是冰凤，并询问前辈如何得知自己。明尊则异常和气的回应，让冰凤道友不用太客气，并解释自己前不久才刚刚见过人族的韩道友，他亲口向自己提及过冰凤，并让自己若见到多加照顾1、2。冰凤脸上一丝喜色闪过，但略一思量后，恭敬地表示明白了，并说晚辈也跟前辈一同去贵盟做客一次。旁边的6亿听闻韩立之名后，脸色却有几分难看起来。明尊见此情形，微微一笑，表示多谢2位道友，并称有些事情他明某在路上就想和2位道友详谈一番，随即单手一掐诀后，当即高空中一阵剧烈波动，一条100余丈长的青铜楼船撕裂虚空浮现而出，并向下方徐徐移降而来。到了此时，6亿和冰凤当然不会再有反悔之意，当即一干人等全都飞上了空中的庞然大物，一声轰鸣，楼船化为一团青光的破空而走了。1个月后，正在清源宫密室中提炼辟邪神雷的韩立忽然神色一动，
手中法诀一停，身上青光一闪，一张青色符箓从袖中一飞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后，蓦然化为数行青纹的悬浮在身前低空处。韩立只是看了两眼后，双目就不禁微眯了起来。冰凤和六义竟然已经被找到了，赫连商盟的动作倒是极快，看来这联手之事他们还真有几分把握。不过我现在虽然无暇分身，但是有些事情还必须派人亲口去询问一番。韩立叹了一声的喃喃道，接着又想起了什么，单手一掐诀，嘴唇无声的微动了几下。同一时间，清源宫另一处偏殿密室中，正在闭目修炼的花石老祖耳中传来了韩立的传音之声。奇异经的凝神听了片刻后，立刻离开了密室。半日后，花石老祖就匆匆离开了元和岛。3个月后，丰原大陆上，族群足可名列前10的大族甲屯族禁地之中，100余名肥头大耳、头颅酷似猪手，但身躯强壮巨大的甲屯族卫士正静静地守在一座巨大殿堂旁。忽然，大殿内传出阵阵的嗡嗡声，并有一丝空间波动从中传出。外面数名修为最强的为首卫士当即面色一变，互望一眼后，二话不说的一起向殿内走去。结果只是穿过了一个7拐8拐的走廊后，一个被白蒙蒙光幕笼罩的巨厅就出现在了眼前。在光幕之中，一个母许大的巨大法阵赫然散发淡淡灵光，正深处激发之中的模样。那身材矮小的甲屯族卫士目光一凝，当即向旁边身背巨剑的卫士冷声询问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个时间怎会有人从其他大陆传送过来，并问废统领是否提前收到什么命令。身背巨剑的卫士摇了摇头，迟疑地表示他们传送殿没有收到任何有人传送过来的命令，并猜测会不会是对面族中哪位大人有急事，并未提前打招呼，临时动用法阵传送过来的。矮小卫士眉头一皱，承认确有这种可能，但表示不管怎样，他们马上就知道是什么人会在这时候来他们丰原了。同时仍然谨慎地冲其他人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其他人立刻心领神会地一散而开，将整个出口一而住。几乎在这些甲屯族卫士方怡做完这些举动的同时，巨大法阵一声鸣响，中心处光霞一卷后，蓦然多出了一高一矮2个淡淡人影来。那矮小卫士目光一扫而过后，当即脸色一变，喝问起来，表示不对，质询对方并非本族之人，并质问那边主事之人怎会让异族在这时候动用跨大陆法阵传送过来的。法阵中传出一个淡淡的声音，表示那边之人以部族为虑，将他们全都杀了，不就可以自行传送过来。随着话音，里面霞光一脸，终于现出了2道人影的真实面目。矮些的人影身披黑袍，脸色有些苍白，高大人影却顶着一颗硕大鹿首，面露凶光地望着光幕外的一干甲屯族卫士，正是真仙马良和杨璐这头真灵。背着巨剑的卫士一听此言，当即一惊，高声叫道是敌人，下令立刻发警讯，同时手臂一动，一把就将背后巨剑抓在了手中。其他几人自然也反应了过来，一人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扬，立刻一道红色符箓从袖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下，就仿佛无形之物的洞穿大殿顶部冲出。下一刻，大殿外上空一颗赤红火球浮现而出，并一声巨响的爆裂而开。附近100余名其他守卫一见此幕，当即一阵骚动，大半人往殿中一冲而入，小半人却身形往后倒退击射，并纷纷从怀中取出一件件布阵器具，往空中同时一抛而去。刹那间，一缕缕五色光霞从这些布阵器具中飞卷而出，并在四周一凝之后，化为了36根巨大铜柱，笔直一坠而下，将整座大殿围在了其中。这些铜柱每一根都有100余丈长，表面赤红似火，明映着密密麻麻的淡银色灵纹。这时，后退的甲屯族卫士才神色稍安地往大殿出口望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大殿一下火山般从内向外的爆裂而开，无数大小不一的碎石木块向八方飞溅而去。但方一到那些赤红铜柱附近的时候，一层淡淡火幕凭空浮现，所有东西一接触后，当即红光一闪的化为了灰烬。先前冲进去殿中的卫士，此刻却赫然踪影全无。外面剩余的甲屯族卫士见此情形，自然又惊又怒。而就在这时，从大殿废墟中却徐徐飞出了马良和杨璐2道人影来。其中杨璐单手抓着一颗圆乎乎东西往嘴边送去，似乎在大口咀嚼着什么。废统领！一名眼尖的卫士一眼就看清楚了杨璐口中在撕咬东西的真面目，当即惊怒交加的大叫一声：“禁止攻击！”看到此幕，所有人哪还不明白，冲入殿中的族人10有8九全都遭遇了不测，当即不知谁怒喊了一声，顿时所有卫士纷纷开始催动空中的布阵器具。五色光霞再次一闪后，36根赤红铜柱表面刺目红光一闪，各有一道红色光柱冲杨璐一喷而出。嘿嘿，这点禁制也想奈何我？杨璐狂笑一声，只是猛然一吸气，身躯顿时吹气般的巨大而起，同时一件黄色战甲在体表一现浮出，噗噗声大起，红色光柱一击土黄色甲衣上，如击枯木般的纷纷一闪灭，包裹着在里面的杨璐赫然毫发未损。来而无往非礼也，你们也接我这一招。杨璐见此情形，一声狞笑，一只大手只是虚空一招，一只黑色巨斧凭空浮现，两手一抓后，用力向四面八方猛然一抡。
刺耳尖鸣之爆发而出，一道黑色刃圈猛然从杨璐身上一泛而出，并向四面八方一闪而逝的一卷而去。噗噗之声大起，36根赤红铜柱在黑芒一闪后，几乎同时从中间一斩两截，其所幻化红色光幕也一下溃散而灭。杨璐嘿嘿一笑，正想再出手将剩下的甲屯族卫士全都一斩而尽时，旁边的马良却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走吧，这些低阶家伙有什么可杀的？还是办正事要紧。”杨璐心中一惊，急恭敬地答应一声，随之抬抬手的将手中黑斧化为了乌有，身形转瞬间的恢复了原先大小。于是二人对剩余卫士不管不问，盾光一起就向某个方向激射而去了。以二者的盾速，不过半个时辰就遁出了10万里之外了。眼看二者横穿一片草原，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型山脉的时候，忽然黑袍青年神色一动，竟一下停住了盾光。杨璐自然紧随其后也停了下来，有些不解地询问主人出了何事。马良淡淡地表示没什么，只是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追了上来。杨璐听闻，立刻恭敬地表示竟然有这般不知死活的蠢货，并提出交给属下来处理。马良却摇了摇头回应说，来人修为不弱，杨璐不见得能够轻易取胜。杨璐闻听此言，先是一怔，但马上想起了什么，面带一丝怪异之色，猜测此人莫非是甲屯族中的那一人，并感叹这倒是凑巧的很了。马良看了杨璐一眼，有些颇感兴趣地询问杨璐是否已经知道后面追来之人是谁。杨璐带着一分凝重地说道，若是自己没有猜错的话，那人应该是赫赫有名的甲屯族第一太上长老，据说其实力之强和他们真灵相比也不逊色分毫，名气之大，足可以排进整个灵界前5之列。马良闻言一声冷笑，表示这就难怪敢如此孤身一人的追下来了，并决定既然这样，那就好好招待一番，将其精魂也炼化成万灵血洗的主灵了。随之他袖子一抖，一颗寸许大的血色小印从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后就化为一团血光的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旁边杨璐看见血色小印的时候，脸色不禁微微一变，此宝厉害，他先前和其他2名真灵联手和马良大战的时候，可是深深领教过，要不是三者联手也无法抵挡此印的恐怖威能，又怎会被逼动用那伤己伤人的法则之炼手段。就在杨璐心有余悸的时候，后方天空中雷鸣声一响，一只10几丈长的白骨飞车在无数银狐缭绕中浮现而出，在几个闪动后，就一声轰鸣的出现在了离二者不过100余丈远的虚空处，嘎然一声的停在了半空中。白骨飞车前端赫然有一名枯瘦细长的甲屯族老者，此老者满头灰白长发，双目碧绿阴森，2只交叉放在身前的手臂上套着10几个大小不一的骨环，肩头2侧则各有半截数尺高骨幡，迎风飘动，幡旗上面灰茫茫一片，但隐约有无数鬼影若隐若现，并传出一阵阵的鬼哭狼嚎声。真灵！白骨飞车上甲屯族老者目光只是在对面2人身上一扫，当即瞳孔一缩的停在了杨璐身上，并一惊的叫出声来：“哦，阁下倒是眼尖的很，竟一下认出了本座的来历。”杨璐见此也大感意外，但面无表情的回道：“道友既然身为真灵，为何要在本族禁地处大开杀戒，甚至还毁了本族的跨大陆传送法阵？”甲屯族老者脸色阴晴不定的了一会儿后，才神色一缓的问道：“没什么，只是你的族人太没有眼色，竟然敢得罪在下主人，也只能让他们以死谢罪。”杨璐轻描淡写的回道：“主人。”甲屯族老者这下真的大吃一惊了，目光一动后，顿时回转到了马良身上。这位甲屯族强者在对方一身黑袍和有些苍白的脸孔上一扫后，脑中灵光一闪，顿时想起了前不久才刚刚收到的某个消息，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但面上却丝毫意未露，反而呼噜出一丝笑容的回道：“原来是族中那些晚辈在先得罪了2位，既然这样，在下本族向2位赔罪一声，此事就这样算了吧。在下还有些事情，就不在此多逗留了，先告辞一步了。”话音刚落，这位甲屯族老者就单足轻轻一点，顿时身下鼓车一声霹雳，就在无数电弧涌现中向后倒退飞去。嘿嘿，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杨璐却一声狞笑，毫不犹豫的一步踏出，同时单手虚空一抓，五指中蓦然多出那柄黑色巨斧来，并一抖的向前狠狠一斩而去。噗的一声，一道黑蒙蒙刃芒从黑斧上一闪而出，化为一片黑色浪潮的直奔鼓车一卷而去。鼓车上的甲屯族老者见此情形，脸色一沉，一条手臂只是微微一抖，顿时上面一枚骨环弹射而出，并在呜呜声中一下化为了母许般庞大，体表泛起无数灰白符文的迎着黑色刃芒一撞而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骨环缩小如初的一弹而回，而黑色刃芒也在这一击下尽数溃散而灭。但白骨飞车后退遁速却丝毫未受影响的样子，并一闪的就到了1000余丈之外的地方。正当甲屯族老者轻吐一口气，心中一松的打算全力催动飞车一个掉头，要全力逃之夭夭的时候，天空中忽然轰隆隆一声巨响，一颗小山般血色喜印虚影凭空浮现而出，并徐徐遗落而下。此印看似下落之势徐缓，但一个模糊后就无声的出现在了白骨飞车上方处，同时一股法则波动先一步的顺势一卷而下。
甲屯族老者心中一凛，急忙两只肩头一晃，那两只白骨番旗当即飞射而出，迎风一掌后就分别化为了10几丈长，里面鬼哭声一盛，立刻从中冲出数以百计的恶鬼来，每一头都青面獠牙，浑身煞气惊人，都有合体期的恐怖实力。而10几枚骨环也同时从老者2条手臂中激射而出，并或呜呜怪响，或长缩不定，分别展现不同威能的，直奔血色喜印虚影一砸而去。一阵连绵巨响当即在空中传来，10几枚骨环后发先至的，在和喜印虚影一接触后，全都一阵的寸寸碎裂而开。上百头恶鬼更是在被血色喜印的法则波动一卷而入后，也纷纷一闪的溃散而灭。血色喜印虚影几乎丝毫影响没有的，仍然一压而下。甲屯族老者目睹此景，脸色大变，不加思索的单手猛然一掐法诀，一下将体内庞然法力全灌注到身下飞车中。顿时白骨飞车体表银弧狂闪，一个模糊，竟一个翻身的化为了一条被电弧缭绕的五爪古龙，扬手一声怒吼后，就要一个闪动的从原处瞬移而走。远处马良见此情形，却哼了一声，单手只是一掐诀，一根手指冲血色喜印蓦然一喜印虚影当即一晃，体表骤然一片血色符文一闪而逝。同一时间，下方古龙四周处则砰砰几声传来，数条血红色触手从虚空处弹射而出，并出其不意的一下锁链般缠在了古龙身上。